这世上根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相见恨晚。那个让你觉得是灵魂伴侣的人，其实往往是你前世的冤亲债主。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相见恨晚，或者更扎心的那句恨不相逢未嫁时？你是不是也发现很多在婚姻这座围城里待了10年、20年的人，某一天突然在围城之外遇到了一个懂你的人，那一刻你平静如死水的心突然就狂跳了起来。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终于遇见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对一个婚外的人产生如此致命的吸引力？很多陷入恨不相逢未嫁时的人，每天都在被2种极端的情绪狠狠撕扯。一边是家里那个连头都不抬，只剩下柴米油盐和满地琐事的冰冷伴侣，另一边是那个只要一个眼神就能接住你所有中年疲惫的灵魂伴侣。你觉得自己终于活过来了，但同时见不得光的罪恶感，进退两难的煎熬也快把你逼疯了。今天的内容里有些话可能很残酷，但如果你此刻正陷在这种进退两难的感情里，请务必把它看完，因为佛法会像一面照妖镜，帮你看清这场相见恨晚背后的冰冷实相。我将带你彻底拆解这段孽缘的底层逻辑，并手把手教你如何用佛法的智慧无痛了结这段情结，斩断这条正在疯狂消耗你的烂桃花，重新赢回人生的主导权，让身心回归真正的安宁。我们来还原一下这个人是怎么出现的。也许他是你工作上密切沟通的伙伴，渐渐的话题越了界，聊起了彼此不为人知的中年压力。也许他是深夜的聊天视窗里让你每天期待亮起头像的网友，又或者他只是聚会中一眼来电，周遭瞬间模糊的点头之交。然后你震惊地发现，这个人和你太像了，你们的价值观惊人一致，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的苍白感，简直像商量好了一样。你们的性格莫名契合，不需要任何解释，一个眼神他就能读懂。你们有聊不完的天，从深夜到凌晨，从人生理想聊到现实无奈，那种灵魂深处的共振太震撼了。因为这感觉是你和家里那个只剩下柴米油盐凑合着过日子的伴侣之间从未有过的。你想想家里那位，你试着聊聊内心的波澜，他不是嫌你无病呻吟，就是死死盯着手机敷衍了事。可是眼前这个人看着你的眼睛，他是真的懂。于是你在深夜辗转反侧，为什么没有早点遇见他？你被心里的声音不断催眠，这才是真爱。家里那个只是为了完成人生任务勉强凑合的。你觉得自己终于遇见了传说中的灵魂伴侣，这感觉太美好了，像一束光强烈地照进你灰暗枯燥的中年生活。它让你久违的心跳加速，觉得还有爱与被爱的资格。你开始期待见面，反复回味，甚至美化这段关系，觉得你们的爱纯洁高尚，超越世俗道德。但是各位菩萨，今天我要告诉你一个冰冷刺骨却能让你瞬间清醒的真相。佛法告诉我们，这世上根本没有无缘无故的相见恨晚，越是让你神魂颠倒欲罢不能的缘分，背后往往藏着越深不见底的结。不要用灵魂伴侣这种高尚的词汇来包装它，在因果的镜子里，这根本不叫爱情。在42章经中，佛陀用了一个让人胆战心惊的比喻，刀口舔蜜。一把锋利的刀刃上抹着一滴甜美的蜂蜜，你受不了诱惑，奋不顾身地舔了上去。结果呢？甜
只是一瞬间的，但刀锋割破舌头的痛却是漫长甚至要命的。那是你要用余生来还，用家庭的破碎来换，用孩子的眼泪、父母的叹息来买单的。你扪心自问，一瞬间虚幻的甜，值得用一生的苦去换吗？听到这里，你可能会极力反驳，不，老师你不懂，我们的感情是纯粹的灵魂交融。好，既然是纯粹的真爱，那我问你，如果爱的光明正大，为什么要偷偷摸摸、处心积虑地瞒着家人？为什么讲电话要躲在阳台压低声音？为什么互诉衷肠的讯息看完就得立刻删除，连痕迹都不敢留？真爱需要像做贼一样藏吗？真正的爱会让你每天活在深不见底的自责里吗？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很不正常。你只是太渴望那份甜，才用爱情当作借口，让自己心安理得地陷进去。那么，冷静下来想一想，为什么偏偏是他在这个时候出现？难道真的只是命运浪漫的捉弄？佛陀看透了生生世世的轮回纠缠。佛法里有句非常通透的话，无债不来，无缘不聚。这世上从来没有一场相遇是意外，所有的纠缠都是旧账未清。在因果法则里，那个让你莫名心动、无法自拔的人，通常只有两种身份，而我必须残酷地告诉你，这两种身份都不是来成就你的，不是来给你幸福的，更不是来陪你走到人生终点的。今天我们先来拆解第一种身份，他是你前世的债主，这辈子是专程来讨债的。在佛教的因果故事里，有这样一段发人深省的公案。过去有一位家境殷实的商人，平时家庭和睦，事业顺遂。某天，他在街上偶遇了一位外地来的女子，只看了一眼，商人就像丢了魂一样，茶饭不思，非要把她留在身边。正是夫人苦苦哀求，他充耳不闻，亲戚朋友拼命劝阻，他甚至和大家翻脸，断绝来往。这位女子百般温柔，但今天说哥哥做生意缺钱，明天说想买稀世珍宝。商人就像着了魔一样，把家里的银票、地契源源不绝地捧到她面前。直到有一天，商人散尽了家财，连祖宅都抵押了。这时，那个口口声声说爱他的女子，却在一个深夜卷走了最后一点金银细软，跟着另一个男人消失得无影无踪。商人气得吐血，奄奄一息。这时，一位云游的高僧路过，点化了他。高僧在商人眉心一点，让他看到了前世的画面。原来，在上一世，这个商人是一个山贼，他不但抢劫了一个过路客商的全部财产，还把客商推下了悬崖。那个客商临死前的巨大怨恨，结成了这辈子的业障。这辈子那名温柔的女子，就是那个客商投胎转世的。她用倾城的美貌和温柔做诱饵，精准地拿走商人所有的财富，让他尝尽众叛亲离、一无所有的痛苦。这就是因果，这就是讨债。各位菩萨，故事听起来像传说，但你回头看看现在的社会，看看你自己，或者你身边那些陷入婚外情的人，这个讨债的剧本是不是惊人的相似？这个前世的债主来到你身边，他会用极致的温柔做诱饵，用灵魂伴侣的幻象做钩子，用恰到好处的理解和懂得做成一个完美的陷阱。他让你一点一点放下防备，一点一点爱上他，然后他开始疯狂地消耗你。他是怎么讨债的呢？通常有3个步骤。第一，消耗你的钱财。一开始可能是以各种看似合理的理由跟你借钱，或者让你为他花钱，为他买单，为他牺牲原本属于你家庭的经济利益。
甚至让你为了他放弃稳定的工作或投资，让你在不知不觉中为了这段见不得光的关系，掏空了你辛苦大半辈子的积蓄。第二，消耗你的情绪，他让你为他哭，为他笑，让你每天在患得患失中寝食难安。他高兴时传你一句讯息，你就像上了天堂；他已读不回时，你就像下了地狱。他让你每天在家庭的责任和婚外的诱惑之间撕扯得遍体鳞伤。他让你体验到这辈子从未有过的嫉妒、焦虑、绝望和那种快要窒息的撕心裂肺。第三，消耗你的时间和精力，你开始无心工作，无心顾家，你整天死死抱着手机，等着他的讯息，你的眼神变得空洞，整个人像被抽空了灵魂一样，像行尸走肉一样活着。你把原本可以陪伴孩子成长，可以孝敬父母，可以冲刺事业的时间，全部砸在了一个虚幻的黑洞里。然后呢，等你被折磨得精疲力尽，等你原本平静幸福的生活被他搅得天翻地覆，等你把欠他的债连本带利都还清了，他就会像公案里那个女子一样，绝情地转身离开，像从来没有来过你的世界一样，走得干干净净，连头都不回，留你一个人。面对什么？面对满目疮痍、难以收拾的烂摊子，面对无可挽回的破碎家庭，面对孩子疏远而冷漠的眼神，面对伴侣痛苦的怨恨，还有你自己那无尽的悔恨和自责。直到那时候，你才会幡然醒悟，什么灵魂伴侣，什么此生最爱，不过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讨债局。你是那个被算计的最惨的人，你是那个被卖了还流着眼泪替人家数钱的傻瓜。听到这里，你可能会问，老师，难道所有在婚外遇到的人都是来骗钱骗感情的讨债鬼吗？不，还有第二种情况。这第二种情况最容易让人迷失，因为他是你前世的恋人。这听起来是不是很浪漫？先别高兴得太早。佛家说，这种缘分是带着极深的执念来的未了缘。为什么会有未了缘？也许在某个前世，你们真心相爱，甚至发下毒誓，要生生世世在一起。但可能因为残酷的战乱，因为突如其来的疾病，或者因为家族的强烈阻挠，你们最终没能如愿走到最后。于是，那份强烈的不甘心，那份没有完成的爱，变成了一股执念。这股执念穿越了轮回，被硬生生地带到了今生。佛教里有一个关于执念的公案故事。从前有一个年轻女子，名叫阿若，她深爱着一个书生，两人私定终身。没想到，书生后来却娶了另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阿若伤心欲绝，最后抑郁而终。阿若死后，灵魂徘徊在忘川河畔，不肯喝下孟婆汤，不肯放下这段情。他就这样等啊盼啊，经历了几世的轮回，终于在某一世，他又遇到了那个书生。但这一世，书生已经出家修行，成了一位清净的僧人。阿若却不管不顾，天天去寺庙找他，哭诉前世的约定，甚至想要拉着他还俗。僧人被他纠缠得无法修行，心生苦恼。这时僧人的师父，一位得道高僧走了出来，指着寺庙门口的一条河，对阿若说，女施主，你看这河水，昨日的水能载动今日的船吗？前世的因缘在前世就已经了结了，你现在苦苦抓着不放的，不是那个男人，而是你自己心里那份非不甘心非啊。阿若听完，看着滔滔不绝一去不返的河水，突然嚎啕大哭，终于放下了执念，转身离去。各位菩萨，你看
执念有多可怕。回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里，这辈子因为那份前世的执念，你们终于又碰面了。那种熟悉的感觉，那种一见如故的默契，瞬间就点燃了你们。可是老天爷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这辈子时间不对了，身份也不对了。你已经结了婚，有了孩子，有了甩不掉的家庭责任，而他也有了他的伴侣，他的姻缘，他的牵绊。这就是佛家说的孽缘。这种缘分绝对不是为了来圆满你的，也不是老天爷大发慈悲来补偿你前世遗憾的。那是为了什么？各位，请把这句话深深印在脑海里。这不是圆满，这是考验。这是老天爷发给你的一张修心考卷。他在考验什么？考验你的定力，考验你的智慧，考验你对因果法则的敬畏之心，考验你在这么巨大、这么契合的诱惑面前，你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你能不能超越前世那个贪嗔痴的自己？你如果咬着牙守住了底线，这张考卷你就及格了，这一关你就过了。从此以后，你的福报增长，智慧增长，定力增长，你彻底从这段跨越几辈子的纠缠里毕业了。但如果你过不去呢？如果你任由欲望泛滥，陷了进去呢？那就是万丈深渊。来世你们还要继续纠缠，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就像两条毒蛇一样，互相缠绕，互相吞噬。你以为那是伟大的爱情，其实那是致命的考题。你以为那是灵魂的救赎，其实那是拉你下坠的深渊。你看过夏夜里的飞蛾吗？它们为什么要奋不顾身地扑向火堆？因为它在黑暗里待得太久了。它把火当成了光，当成了温暖，当成了最终的归宿。它根本不知道，那看似美丽的光是要活活烧死它的，那温暖是要吞噬它的，那归宿是要彻底毁灭它的。你现在遇到的这个相见恨晚的人，就是你生命中的那团火。你觉得那是爱，那是光，那是你灰暗无聊生活里的唯一救赎。但佛陀流着眼泪告诉你，孩子，那是劫，那是债，那是你前世欠下的账，这辈子来清算的。你以为他是来救你的，其实他是来收账的。你以为他是来温暖你的，其实他是来烧你的。你以为他是来陪你到老的，其实他是来送你一程的。说到这儿，我必须和你讲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一个很多人不愿意听，不敢听，但我今天必须狠狠揭开的真相。在佛法里，婚外之情，不管你把它包装得多么纯洁，多么身不由己，它都属于两个字：邪淫。什么是邪淫？简单来说，就是不正当的性关系，就是违背伦理道德的欲望纠缠，就是在婚姻之外的污染和越界。很多人以为，哎呀，这只是道德瑕疵罢了，我们是你情我愿的，又没有伤害到别人，有什么关系？如果你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邪淫是世间最损福报的事之一，没有之一。它绝对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它是你生命能量层面上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是你福报账户里一台24小时运转的强力抽水机，更是你人生根基的超级腐蚀剂。古人云，乖戾之气，家道必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你的心不正了，当你的行为越轨了，当你的能量开始变得浑浊，充满欺瞒的时候，你身上的那股正气就开始迅速消散。正气是什么？正气是你立身处世的根基，是你吸引好运和贵人的磁场，更是你事业顺遂、家庭和睦、身体健康、心神安宁的终极保障。正气一散，第一个漏掉的是什么？
是你的财运，是你的事业。你可以冷静下来，去观察一下你身边那些犯了桃花劫的人，那些深陷婚外情、自以为风流潇洒的人。你去看看，他们有几个事业能善终的，有几个财富能稳稳守住的，有几个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过完一生的，又有几个晚年是安详幸福的，几乎没有。为什么？因为当你的心思不在正道上了，你每天睁开眼睛，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是怎么瞒着家里人？是找什么借口出门？是怎么回讯息才不会被发现？是编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然后再用100个谎言去圆第一个谎。你每天都在心力交瘁地应付两边的关系，每天都在平衡内心的愧疚和无止境的欲望。你扪心自问，你哪里还有多余的精力去拼事业？哪里还有纯粹的心思去经营生意？哪里还有高频的能量去为社会创造价值？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财神爷爷是喜欢走正门的，他不喜欢翻墙。财神爷爷喜欢清清白白、干干净净的人，他不喜欢浑身上下沾满烂桃花、充满纠缠和晦气的人。当你深陷其中的时候，你会慢慢发现，你的财运开始莫名其妙走下坡路了。你在工作中开始频繁出错了，你原本信任的合作伙伴开始找借口离开你了，你的生意开始出现各种防不胜防的意外，你的投资开始莫名其妙的亏损，甚至你在公司的职位开始被别人取代了。你还在那里怨天尤人，以为只是自己最近运气不好，犯小人，其实根本不是，是你自己亲手把福报的底座给凿穿了。你以为你只是偷偷谈个恋爱，寻找一下刺激，其实你是在用你辛辛苦苦打拼下来的事业和财富买单，你是在用你后半生的安稳买单。刚才说的还只是针对个人的事业和财富，接下来对于看这支影片的女性观众，或者说对于已经为人父母的观众，我想说的话会更重、更痛，也更残忍。你以为你在外面找寻那一点点虚幻的温暖，只是在消耗你自己吗？不，你是在疯狂地消耗你孩子的福报。我们常说，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什么是孩子真正的起跑线？不是你家里有多少存款，不是你给孩子报了多少昂贵的才艺班，不是你砸锅卖铁买了多好的学区房，更不是你请了多顶级的家教。父母的磁场才是孩子人生最真实、最核心的起跑线。这个磁场取决于你这个做父母的内心是否清净，行为是否端正，能量是否纯粹，念头是否光明。当你陷在一段婚外情里，你的心是乱的，你的磁场是极度浑浊的，你的能量是破碎不堪的，你的念头更是阴暗且见不得光的。这种乱和浑浊不会只停留在你身上，它会像一种看不见的剧毒雾霾一样，悄悄笼罩着你的家，笼罩着你的孩子，笼罩着你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深深渗透进你家里的每一寸空气中。孩子是这个世界上最敏感的接收器，他们比我们大人想象的要敏感10000倍。就算你自认隐瞒的天衣无缝，他依然能感觉到妈妈不对劲了。他能感觉到妈妈看着手机荧幕时那飘忽不定的眼神，他能感觉到妈妈陪他写作夜时的心不在焉，他能感觉到家里那种压抑到让人喘不过气的气氛，他能感觉到父母之间那种冰冷入骨的冷漠和疏离，他甚至能感觉到家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诡异磁场。于是为了平衡这个家快要崩塌的能量，孩子会发生什么变化？他开始变得极度不安，变得莫名焦虑。原本乖巧的孩子可能突然变得叛逆，
变得不爱学习，变得脾气暴躁，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变得沉默寡言，变得胆小怕事，变得异常的早熟和懂事。懂事得让人心疼，你总以为这是孩子自己的问题，你抱怨他不懂事，抱怨他青春期到了，抱怨他怎么这么难带。但佛法告诉你，因果的真相是，根源在你身上，在于你做的那些见不得光的事上。你在外面造业，却让你的孩子在家里承受你造成的苦果。你在外面追求所谓的爱情和刺激，却让无辜的孩子用他的不安、他的恐惧，甚至他的身心健康来为你的自私选择买单。你的磁场乱了，这个家就永无宁日。你以为那是你的私事，你以为你只要把嘴巴闭紧就没人知道，那是你全家的事。各位菩萨，夜深人静的时候，去看看你熟睡中的孩子吧，你问问自己，值得吗？用孩子光明的未来去换你那一瞬间刀口上的甜，真的值得吗？我知道，刚刚那些话很重，甚至可能把你骂哭了。如果你现在正深陷其中，想断又断不掉，痛苦得生不如死，每天在自责和欲望之间残酷的撕扯，每天在家庭和婚外之间疲于奔命，每天在对不起家人的愧疚和对那个人的贪恋之间备受煎熬。朋友，请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绝望。我今天坐在这里，不是为了对你进行道德说教的，更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是来给你递绳子的。接下来我要教给你的是救命的方法，是让你从深不见底的泥潭里爬出来的绳索，是让你从这场恐怖的噩梦中彻底醒来的闹钟。请你一定要把接下来的这3个心法听进去，并且照着做。第一个心法叫做看破无常。你现在为什么放不下？因为你觉得这段感情太纯粹，对方百依百顺，仿佛错过了这辈子就再也遇不到。但用佛法的智慧冷静想想，他对你的好有多少是靠见不得光的刺激感撑起来的？俗话说，偷来的总是特别香，违背禁忌的快感给这段关系狠狠镀上了一层迷幻的金光，让你根本看不清它的本来面目。想象一下，一旦你们真的冲破世俗在一起，当偷变成正大光明，刺激感彻底消失，这层滤镜瞬间就会粉碎，剩下的会是什么？是比你现在婚姻更不堪的难解习题，同样是柴米油盐，亲戚的闲言闲语，同样是为了谁洗碗、谁拖地而爆发的激烈争吵。那时候你就会绝望地发现，原来他也会放屁，也会打呼噜，也会对你不耐烦，也会冷暴力。到那时候，他可能还远远不如你现在家里的伴侣。你现在拥抱的只是一场梦，梦里的东西再美好，也是假的，也是虚幻的，是抓不住的无常。醒来吧，天亮了，你才能看清身边谁才是真正为你端茶倒水，对你好的人。第二个心法叫做转念还债。如果你觉得分开太痛，一想到失去他就心如刀割，没关系，我们不硬碰硬，换个角度想，我这是在还债，前世欠了他，这辈子老天安排用这种撕心裂肺的方式来还。既然躲不掉，那我们就认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但你要记住，还债的人是没有资格提要求的。从今天起，对他不要再有索取、期待与占有欲，别去求什么未来与名分。他来找你，你平静接待。当他是上门讨债的，他要走，你不挽留。当他讨完钱离开了，他给你快乐，你受着。他突然冷落你，让你痛苦焦虑，你也平静受着，告诉自己，这都是在消业障。
你每一次的患得患失和深夜痛哭，都在清算前世的旧账。等到哪天你心里对它再无波澜，提起它就像个路人甲，恭喜你，债还清了。这在佛法里叫以了债的心去了缘。你不是在爱它，你是在清算业障。第三个心法叫做慧见斩丝，冷处理。如果你决定要断，就不要纠缠、争吵，更别要所谓的交代。你要明白，所有哭着要说法的行为，都是在给这段危险的关系续命，给自己挖更深的坑。冷处理就是最好的结束。不主动联系，不回应暧昧，绝对不单独见面。他传讯息，你隔很久才回，语气要像对普通同事般客气疏离。他约见面，就找理由推掉。只要你想推，总能找到理由。你要把注意力像拔河一样狠狠收回来，回到自己身上，去运动流汗，释放不甘的能量，去读书，去冲刺事业，让自己更强大独立，去好好陪伴父母孩子，一点一滴修复家里快要破碎的磁场。当你把自己变得更好，站上人生更高的维度，再回头看，你会发现那偷偷摸摸的暧昧根本配不上你，根本不值得浪费哪怕1秒钟。不是你去斩断它，而是你已经站到了它够不着的地方了。为了帮助你把这3个心法真正落实在生活里，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绝。我现在给你3个，今天看完影片立刻就能做的日常微修行清单。步骤很简单，只要你愿意，今天就能开始。第一个微行动，物理隔绝的延迟3小时回复法。从今天起，只要看到它传来的讯息，不管你心里多渴望，多想秒回，强迫自己放下手机，设定一个3小时的闹钟。这3小时内，去洗碗，去拖地，去跑步，去处理公事，3小时后你再去回复。这是在打破你们之间那种致命的多巴胺依赖，慢慢夺回你情绪的主导权。第二个微行动，睡前3分钟的观心展元法。每天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3次，在脑海中想象出那个人的脸，然后在心里默念3遍：前世的债我已还清，今生的缘到此为止，我放过你，也放过我自己。这句话有极强的心理暗示与能量切割作用，能帮你安定心神，一夜好眠。第3个微行动，能量回向的微小布施。你之所以会向外寻求，是因为你家里的能量场枯竭了。今天下班回家，不管你觉得多别扭，试着为你的伴侣或孩子做一件微小的事，比如主动帮伴侣倒一杯温水，或者抱抱孩子，对他说一句爸爸妈妈爱你。不要期待他们有什么热烈的回应，你只是单纯的去付出。这就是在用你干净的善念重新点亮你们家已经暗淡的磁场。各位菩萨，讲到这里，我们这堂沉重的课也该收尾了。人生这趟列车，每一站都有人上车，也有人下车。有的人是注定来陪你走到终点的，那是你的家人，你的伴侣，你的孩子，是那些在你最落魄的时候依然对你不离不弃的人，是那些在你生病躺在床上的时候愿意为你端茶倒水的人，是那些在你事业失败的时候默默给你一个拥抱的人，更是那些明知道你身上有着一堆缺点，却依然选择爱你、包容你的人。但有的人，他买的只是一张短途票，他只是来给你上一课的，上完课他就该下车了。你非要死死拉着他，哭着喊着不让他走，甚至想把他强行留在你的车厢里，结果会怎么样？
车就没法继续往前开了，后面的美丽风景你永远都看不到了，你的人生就死死卡在这一站，卡在这个肮脏的泥潭里了。那个让你婚外动情的人，就是来给你上课的，他让你彻底看清了自己的贪心，看清了自己的软弱，他让你看到了自己在婚姻里匮乏的那一部分，更让你看到了你自己的内心有多么空洞，有多么缺爱，有多么害怕孤独。它是一面镜子，照出了你灵魂里的漏洞。现在课上完了，就让他下车吧，哪怕你心里还有不舍，哪怕你偶尔还会在深夜里偷偷难过，哪怕你还会在听到某首老歌时默默流泪，但你要清醒地知道，硬留着他只会让这辆列车翻车，只会让车上爱你的人跟着一起陪葬，一起受伤。让他下车是对他好，更是对你好，也是对全车的人好。愿你历经情劫，终得圆满。这个圆满绝对不是指你跟那个人排除万难在一起了，不是指你得到了那份所谓的虚幻爱情。这个圆满是指你经过了这一场九死一生的劫难，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该珍惜的，什么才是该放下的。你终于看清了谁才是真正爱你的，谁只是来讨债的。你终于学会了守住自己的心，守住自己的家，守住自己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福报，终于从那场荒唐的梦里醒来了，终于重新站回了阳光里。记住，守住心就是守住福，心守住了，福报就回来了，家守住了，一切就都回来了。你回来了，那些真正爱你的人就都笑了。你愿意放下这段执念，回归安宁吗？如果你今天听懂了，如果你愿意给自己一个重生的机会，给家庭一个机会，给无辜的孩子一个机会，请你在留言区郑重地留下4个字：斩断情结，或者留下回归安宁。让我们在留言区汇聚成一股强大的正向磁场，为你自己斩断那些消耗你的烂桃花，为你自己接回原本属于你的正缘与福报，为你自己赢回这辈子该有的安静与太平。从今天起，让过去过去，让未来到来。从今天起，好好爱该爱的人，好好过该过的日子。从今天起，活在阳光里，活在清白里，活在坦荡里。愿我们都能做一个干净的人，一个心安的人，一个幸福的人。如果你觉得今天的这段分享对你有所启发，或者能够帮助到身边正陷入迷惘的朋友，请给这支影片按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你的每一次关注与分享，都是在传递一份慈悲与正念，也是在为自己积累福报。阿弥陀佛，我们下期再见。